89，你的文化部预算没了。傅昆萁下令总预算文学费砍，所以傅昆萁在 PTT 被推爆。三明治要断粮了，好爽哦！青鸟断粮又追出来吱吱讲没关系，他们可以当北蟾蜍哦。咕咕咕咕咕咕，砍光了网剧要纯鸟吃屎吗？天哪！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花莲王可以被北蟾蜍给洗白。Oh my god！ 黑熊真的是赚好赚满赚爽赚到倒，民主种菜学种菜唯一指定蜜饯狂砸2218万，超级夸张！再来，博洋说要有园游会，我就有900万预算的亲子园游会。民防委员会清一色由黑熊学院所主办，负责人就是今年的立委沈博洋。黑熊天下无敌啊！所以你说这种预算能不跟他全面对干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大砍3000亿预算，蓝白全面开战赖。傅昆萁下令总预算文学费砍，冻结潜舰18亿砍，因为他现在对于民进党在搞这些大内宣已经是受够了，所以就把这些大内宣速发部、NCC、陆委会业务费用删减为1，潜舰预算18亿冻结，要通过海测之后才能动支。另外删除媒体预算费，反对补贴2000亿给台电，民进党竟然指定给撞过台湾黑熊的 NGO 团体的这部分也全部删除。另外文化部补助零日供给台湾 Pass 的预算争议都将严格监督，所以看起来民进党不要喝加困啊啦。89，你的文化部预算没了。民众党更狠，3000亿给你砍下去了。114年3兆1325亿元，史上最高，超级水。民众党团开记者会啊，说预算灌水到不行，浪费公帑第一名的组合叫做卓荣泰跟赖清德。国家人权业务编列4240万，但民进党过去签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，却年年跳票未执行哦。该预算案直接砍一半，冻结50%。另外新闻传播业务总共编列5195万，直接删掉4156万，没得谈。再来更扯，内政部全社会防卫韧性训练工作乱编，台湾民众党就支持民防，但内政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民防训练场地维护费用竟然要3亿呀！更离谱的是民防的亲子园游会，还有喂养绿云侧翼的特定学院，就是黑熊学院啊，所以民众党要求要砍掉4000万，冻结20%。还有台湾 Plus 本来是将台湾声音传到国际哦，结果下载率极低，还不当报道美国大选，让国家形象受损。那这件事情呢也搞毛了大家哦，因此10预算中啊直接啊删20%，冻结30%，每年补助中央社，但中央社2024年却转盈为亏啊，驻外记者费用增加13%，新闻产出费用却下滑，人均贡献度也降低啊。中央社社长一直沦为酬庸工具啊。胡婉玲过去在民事公然造谣霸凌案，滚床单不是负面名词，替霸凌者周玉蔻洗地，令国人愤怒。民众党他提案删除15%，冻结15%，干得好！那国民党立委张志伦提报，最近黑熊拿了一大堆民主标案，沈博洋的黑熊学院竟然向内政部示警，民防要加强啊，开办了一门课程啊，叫做跟着黑熊准备求生必须的蔬菜种植术，课程要价3840元，宣称会应对作物短缺，实作练习与体验，发掘循环再利用资源，打造生活自耕能力，还要呢附送滤水器。这课程是民防盛典啊，真的是不能放过。民主种菜，蜜饯狂砸2218万给黑熊学院，一年让5776人学会种菜，2300万人学会种菜需要4054年，他们这样未来还需要编列899亿才可以让2300万人通通学完种菜。黑熊学院就是拿好拿满，超级夸张，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了。所以你能不砍吗？一定要开战，没有不开战的空间。黑熊真的是爽爆，所以国民党立委沈博洋对不起，呼吁明天内政部有种就公开唯一指定黑熊学院供全民体验，赖清德未来一定要让4000年让黑熊赚好赚满，学种菜唯一指定哦。所以你这简直鬼扯到极点。再来，这个完全是捡到枪。博洋说要有园游会哈，我就有900万预算的亲子园游会。所以很不客气啊，这边北席的提议是这900万的这个亲子园游会就删了吧。今天看到我们省委员受访，他就说啊，他们过去都在办这个亲子园游会啊，但是他没有拿亲子园游会的钱啊。各位不是废话，
这是预算案呢，当然还没办，怎么会有他拿得到亲子园游会的钱啊？超夸张！民防园游会抗中保还止保的黑熊，这就是赚好赚满赚爽赚到倒。全社会韧性防卫工作计划预算高达4.1亿，但当中一笔900万的经费用来举办亲子园游会，一场耗资300万，给黑熊学院量身定做哦。民防委员会清一色由黑熊学院所主办，负责人就是今年的立委沈伯洋。他还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黑熊负责人呐，我不是黑熊学院院长啊！你随便翻，到处都是黑熊的预算，900万就出去了。然后随便翻，黑熊又会来种菜了，真的超秋！黑熊天下无敌啊，黑熊啊！”所以你说这种预算能不跟他全面对干吗？然后你就看到吴思瑶就出来哭了，蓝白党3000亿预算呐，吴思瑶不要拿国安开玩笑。所以你的国安就是黑熊种菜，黑熊园游会，国防延伸没有预算，任何军需设备都国安所需啊。民众党团附和国民党团要砍国防预算，坐实了蓝白剑指国防预算都是中共在地协力者，成为国安漏洞帮凶，又是中共协力者。我把这个脸换成八囧哦。讲出来的话一模一样反正讲不赢就说是中共协力者啊，果然砍到痛点了嘛，一刀砍下去，黑熊没有钱，青鸟动不了，通通抓起来。然后你就看到赖清德召开了特殊的扩大会议，升级版行政院立法协调会，把党团7个干部还有8席召委全部都要出席，因为柯建铭一直不理赖清德，所以赖清德现在要亲自接管整个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，因为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玩下去，没有预算啊。他说你的把戏被大家喷爆了，绿委称小草现行犯在那边狂打111，结果刘进再出来小姑姑咕咕咕咕，青鸟现在是跟北韩法学派合流了吗？对，青鸟现在就多了一个新的绰号，北蟾蜍。站在法院、地检署甚至司法法务部门口抗议的是，我连长春学者过去20-30年都做过 N 次，不管谁执政都没有不同。现在是怎样？政客们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吗？没见过英美国家法院前抗几下吗？台湾人那么容易易骗难教吗？现在连落后的集会游行法常年不休的国家是有什么特别问题？必须学中国学香港，然后最后标明普哥干。真的是派，那也因为这一次真的是被敲爆了，所以傅崐萁在 PTT 被推爆，因为北蟾蜍太北七了嘛，三明治要断奖了，好爽哦！干编到3兆真的太扯了，国民党当了9年，终于会当在野党了。青鸟断粮又吹出来吱吱叫，没关系，他们可以当北蟾蜍哦！咕咕咕咕咕咕，青鸟大喊戒严戒严，咕咕戒严咕咕咕，砍光了网军，要是纯鸟吃屎吗？青鸟，我的饲料，咕咕，我的饲料，咕咕咕咕，我要饲料，咕咕咕。可怜小青鸟啊，饲料被断粮了。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花莲王可以被北蟾蜍给洗白啊！天哪，太夸张了。所以全面开战就是对的，大家一定会支持，不要放弃，他们的支持度只会越来越低。